如果你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金属物体，它竟然会自我发热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先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吧。虽然这只是个梗，但说不定圈内的某个好友会警告你一定要远离此物，要不然你可能就连小命都没有了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的。在21世纪初，格鲁吉亚共和国有3名男子在恩古里大坝附近发现了2个神秘的加热瓶，而恰好当时森林里面天寒地冻，这3名男子毫不犹豫地用它来取暖。可事实证明，这种温暖是致命的。3名男子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暴露于辐射。没错，这又是一起有关辐射的悲剧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何如此危险的东西会随意丢弃在森林当中？他们的命运又究竟何去何从呢？可能有小伙伴不知道格鲁吉亚这个国家，它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故乡。格鲁吉亚历史悠久，与俄罗斯、土耳其、亚美尼亚等国接壤。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，格鲁吉亚的经济也急剧下滑，衍生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那就是大量工厂倒闭，使得工业放射源被随意丢弃在野外。在当时，人们会从废弃工厂里收集废金属进行变卖，这也成为了一种谋生手段。但这样一来，毫无切心的人们一旦碰上了这些孤儿放射源，便会惹上大麻烦。虽然从1997年开始，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一直与格鲁吉亚当地政府合作，寻找下落不明的放射源，以此提高辐射安全水平，但总有漏网之鱼。2001年12月2日，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，3名男子开着卡车从他们所在的利亚村出发，前往恩古里大坝附近捡些柴火。雪越下越大，卡车在雪地里面寸步难行，于是他们3人就下车往前走走，探个路。大约在晚上6点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他们在森林里面发现了2个金属的圆柱体。奇怪的是，在他们周围半径1米的范围内都没有雪，湿漉漉的土壤甚至还冒着热气，这太反常了。3名男子像是发现了新大陆，立刻走上前看了个清楚，殊不知危险正在慢慢靠近。为了方便各位区分，我给这3名男子都分别进行了编号，1号、2号和3号。根据目测，神秘的圆柱体大约高15厘米，厚度约10厘米，看上去不大点的小东西却异常的重。其中3号男子先伸手触碰了圆柱体，因为摸上去太热，就立刻放回到了地上，并坚信它只是某种加热瓶。本来天色已晚，森林里的气温骤降，3名男子必须要返程了。但现在意外收获了2个加热瓶，这下取暖有了保证。于是3人一拍即合，改变了计划，决定在森林里面过夜。这样他们第2天还能再捡些柴火，然后满载而归。其实说是说捡柴火，但是个人都看得出来，他们是被眼前的这个发热装置产生了兴趣，没准就是一个大宝贝呢。接下来他们仔细研究了一下这2个圆柱体装置，发现其中一个加热瓶的框架上面有孔，于是3号用粗电线勾了进去固定住，将其拖到他们临时驻扎的营地上。1号男子便开始点火准备做饭，由于另外一个圆柱体没有孔，2号和3号只好徒手将它搬了过去，放在一旁取暖。就这样，一边明火一边是加热瓶，3人吃完晚饭后又喝了点伏特加，很是惬意。不过没过多久，他们就开始不约而同的呕吐，1个晚上都不得安宁。本以为是喝多了，为了缓解不适，他们又把温暖的加热瓶放得更近，离自己最多只有10厘米的距离，迷迷糊糊地坚持到了天亮。其实在这个时候，他们3个人就已经接触放射源至少3个小时以上，很明显是出现了急性辐射综合症。第2天早上，1号男子和2号男子开始把柴火装在卡车上面，可是由于一晚上都没有睡好，他们只装了一半柴火就觉得精疲力尽，于是赶紧开车回家了。又过了1天，2号男子因半夜拉肚子来到了村里的小诊所，他没有提到神秘的加热瓶，医生误以为他只是中毒，外加荨麻疹，便给他挂了点生理盐水，确实有所好转。不过还记得当天他们是背靠着加热瓶取暖的，因此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里面，3名男子的背部都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红肿和水泡以及灼烧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1号男子的喉咙开始疼痛，嗓子也哑了，3名男子的背部脱皮也越来越多。家属得知他们3个人的病症相似之后，在12月22日立刻联系了警方，并把他们送到了正规的大医院。果然3人都被诊断出患有急性辐射综合症，情况刻不容缓，他们立刻就被转移到该市的血液科和输液研究所。根据调查报告显示，红点标记处就是1号男子身上的放射性损伤位置，主要病变的地方就是背部左上角。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干燥脱皮以及色素沉着。1号男子暴露于辐射的时间总共为3个小时，其中大约有1.5个小时是背靠着放射源取暖的，当晚就呕吐了一整夜。
这是2号男子身上放射性损伤的定位，病变位置是从腰部的肩胛骨无深部组织坏死的情况。他暴露辐射的时间是最长的，大概有10到12个小时。当时2号男子在移动加热瓶的时候，在其周围缠绕了电线，他是唯一一个自行去过医院的，可惜没有告诉医生接触过加热瓶的事实。医生误诊为中毒加过敏，在过敏药用下去之后，症状确实在1天内就消失了。接下来的12天也都没有任何不适，直到暴露的第13天，2号男子的背部开始出现灼烧感，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再来看看3号男子的放射性损伤定位图，它集中在手上、右腿、大腿和腘窝处，皮肤损伤情况较轻。据调查，3号男子当时把放射源放在了岩石上观察，后来自己又坐在岩石上休息，这一动作大约持续了2个小时。夜晚休息时，3号男子距离放射源大概有 0.5到1米远。他也是最后一个呕吐的人。回到家后，他的手开始变肿，出现红斑，有明显的灼烧感，到后来发展到食指发麻、腐烂脱皮。据调查，这3名男子在森林里面遇到的加热瓶，就是被遗弃的斯90放射源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为了连接恩古里大坝和正在建设当中的胡多尼大坝，一系列无线电中继器应运而生。由于继电器位于偏远地区，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，所以当时一共制造了8个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机来供电。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通过放射性同位素斯90发生的核衰变产生的能量被用作热能，并通过热电转化元件转化为电能。可是随着苏联解体、格鲁尼亚独立，胡多尼大坝的建设工作也就戛然而止。发电机面临被拆卸的命运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放射源照理应当被妥善保管，却全都不知所踪。后来分别在1998年和1999年各找到过2个放射源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但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。2001年末发现的第5个和第6个，就让3名男子的命运岌岌可危。下面这张图是3名男子的全身辐射剂量的估算，虽然用不同的计算方式，数据会有所不同，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明显看得出1号、2号的情况较为严重。根据专业文献来看，当全身剂量达到10戈瑞，致死率高达 99%。然而局部的剂量是关键，特别是在患者遭受辐射后，致死率会高得多。比如1号男子，尽管他不是受到全身辐射最多的人，但肩膀部分的病灶实际受到的辐射高达21至37戈瑞，情况非常糟糕。后来经过治疗，伤势最轻的3号男子于2002年1月23日出院，另外2位的病情较为严重。格鲁吉亚政府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帮助治疗，在这之后，2号男子被送往巴黎进行系统治疗。1年多的时间里，他进行了大量皮肤移植手术，终于在2003年3月18日出院。剩下的1号男子则被送往莫斯科，可惜他背部左上角的伤口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放射性溃疡，到后来都危害到了许多内脏器官，包括心脏。一直以来，他都没有离开过重症监护室，用了大量的抗生素，还进行了多次皮肤移植手术，但伤口依然没有愈合，还陆续引发了肺结核、败血症，最终在2004年5月13日，距离接触放射源的第893天，1号男子死于多器官衰竭。自从医院接受了3名急性辐射综合症的患者后，格鲁吉亚当局马不停蹄地开始寻找放射源，但由于天气恶劣，严重阻碍了调查进度。本来计划是到了春天再进行回收的，但耐不住附近居民的担心与恐慌。后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帮助下，调查小组建造了一个特殊的容器来回收那2个罪魁祸首。最终经过了一番努力，终于回收成功。经检测，由于放射性物质的衰变，辐射已经减少了40%，除非进行物理接触，一般人类接受的实际剂量不会很高，而且辐射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。根据原子能机构的最终报告来看，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放射源没有进行标记，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可怕的悲剧。从一开始不负责任的丢弃放射源，被毫无界限的村民捡到，再到医生缺乏辐射病的基本知识，耽误治疗，在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致命的。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06年，原子能机构在格鲁吉亚回收了约300个未标记的放射源，其中大部分都是经济崩溃之后倒闭的工业和军事场所遗弃的。也许是格鲁吉亚并不起眼，这起事故的信息少之又少。由于很多历史遗留的隐患，类似于放射源下落不明的问题，绝不只局限于格鲁吉亚这一个地方。在这之前我也讲过几个相似的案例，都是因为放射源有一些特殊的发光发热性质，无辜的民众才觉得是个大宝贝捡了回来，结果殃及了全城。更可悲的是，即使上面有电离辐射的警告标志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认识的。因此，政府在妥善处理放射源的同时，是不是也要设法提高普通老百姓的认知呢？反正警告归警告，你看不看得懂，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。但事实上，看得懂的其实也就这么一小部分人，真的是讽刺。
很多人都把这件事故的矛头指向极其不负责任的政府，如此危险的东西就随意丢弃在森林里面，根本就不顾虑到后续的灾难。确实他们难逃其咎，但是有另外一种声音解释了那个时候的格鲁吉亚有多么的黑暗。内忧外患造成政局不稳定，人民没有钱也没有食物，随处可见的杀戮，温饱都不能解决，什么辐不辐射的根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只能说拥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，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了。而关于本次事故当中的3名男子，其实还有很多治疗照片，不想给大家放了。用简单的触目惊心4个字已经无法形容，不敢想象在治疗期间他们该有多么的痛苦。很多情况下，治疗真的只是徒劳，大家彼此都心知肚明，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腐烂，这样的情况还得持续1年、2年，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有时候想想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死亡真的也是一种解脱。真心希望这个世界上少一些悲剧，安息吧，无辜的人们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